为啥 4S 店宁愿不收利息，也要劝你贷款买车？离职员工说出猫腻。自从新能源出现之后，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新建起了许多 4S 店，里面的销售热情的欢迎每一个进店购车的人。不少 4S 店都推出零首付开新车，或者是零利息、零手续费等方案，他们真的是把驾车的门槛降到了最低。但是部分群体手中现金富裕，不愿意背上债务，对于这些所谓的贷款是直接漠视的。对于这些群体受众， 4S 店的服务却往往不尽如人意，甚至有人愤然离店。究竟是为什么让这些 4S 店有钱不赚？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一切为了销量。2024年，随着全国各大电动车生产厂家纷纷亮出新招，整个市场已经成白热化的厮杀。今年上半年，小米汽车的入场直接给这一滩本就激荡的战场引入了一个新的巨头。传统车企忽然发现，互联网厂商进入引入手机市场的营销模式，对于传统汽车简直是嘎嘎乱杀。市场的盘子就这么大，有人卖得多，就必然有人卖得少。销量的背后代表着流量，代表着顾客绑定，代表着产品认可以及未来市场。想要保证自己的车企在未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，有确切可预测的销量，则必然要保持住眼下的市场规模，即便是赔本赚吆喝。正如小米 SU7 上市那天所说，即便是21万多的价格，本质上也是亏损价格，可即便是亏钱，也还是要坚持销售。所以在这场行业的内卷之下，各地 4S 店的销售人员在自身薪资需求以及上层的要求之下，大都做到了热情接待。单靠热情打动顾客，借此销售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入局，打开更大的市场规模，关键在于拉新人入场。要知道，中国每年有700-800万的大学生毕业，这些人是可以拓展的乘用车市场。但是要明白的是，这些人由于刚刚毕业，手中资金并不多，如何将有限的资金转化成自己的销量，那就是降低入手门槛。同银行合作的方式，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汽车送到消费者的手上，而至于不收利息、零首付之类的，都是在这一项举措上的锦上添花。对于一些脸皮比较薄的年轻人，或许会觉得这要是占了 4S 店的便宜而不忍为之，但是他们却忘了 4S 店本质上是盈利场所，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， 4S 店必然会从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赚取利润。有一位离职员工道出了其中的始末。看不见的利润，说不出的辛酸。根据某个离职的员工所说，消费者自从走进店铺之后，就会被销售人员热心的安利各种贷款购车方案，并且将价格、还款压力都降到最低，俨然一片和气生财的模样。在他们的口中，如此做法就是 4S 店的亏本赚销量，薄利多销，但是店家的花花肠子可不少。这种做法固然是为了提高营销量，但更深层次的目标则是赚取利益。通常 4S 店与金融机构之间会签订一下利益交换，这也就是所谓的返点诱惑。一般情况下，每一个 4S 店都会有一个或数个指定的银行作为贷款单位。用这些销售人员口中的话说，利息低，办理快捷。但是他们对于银行返点却是只字不提。按照 4S 店与金融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协议， 4S 店每推销一个客户，就可以顺利的从金融机构处获得返点比例。按照相关人士的披露，单个返点比例通常在贷款金额的 2%到5%之间，这个数字已经足以与卖车的利润相划等号。在卖车利润逐年降低的当下，这可是 4S 店来之不易且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，如今更是成为了 4S 店盈利的重要方式。通常情况下，在购车时还会购买保险，部分保险公司给予 4S 店销售的佣金，最高可超过 40%。如此算起来，仅仅是一项从全款变成贷款， 4S 店可以收入的金额就直接翻了1倍多。为了促成贷款购车，营销人倾尽全力，营销人员如此费心费力的推销贷款购车，甚至不惜设置人为门槛，
除了是真的想挣这笔额外的提成之外，最重要的是相关规定。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，越来越多的 4S 店规定，每位销售每月有既定任务，若无法完成当月任务者，不仅没有提成，还要倒扣当月工资。如此，越来越多的销售人员选择铤而走险，壮着胆子顶着压力促成贷款交易。对于一些明知道是违规行为，他们并不是不怕被举报，只不过是想铤而走险试一次，毕竟大多数的消费者不明白其中的门道。可能大多数消费者直到走出 4S 店，都不知道他们被销售人员狠狠地宰了一刀。短期来看，贷款购车可以用零首付或者是2-3成首付就开走新车，的确降低了支付门槛，不必再费心费力的攒钱买车。但是任何借来的钱都是需要还的，期间随着时间还会伴有更多的银行贷款利息，以及增加的相关总体成本。尤其是一些零首付开新车的店家，背后却是以贷款期限延长、增加分期付款来实现的，额外支付的利息最后算下来也是十分可观的。总的来说，贷款购车对于消费者来说，首先降低了资金的压力，降低了购车门槛，对于机构来说，获得了利润增长，可以说是皆大欢喜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贷款购车。刚进入 4S 店买车时，究竟是否听从导购员的忽悠，还得具体事例具体分析。贷款购车的影响并不只在于当下，实际上为未来的生活增加了不少隐形负担。任何贷款随着时间都会演化成长期的财务负担，对于家庭来说，有可能会限制其在其他方面的重要投资。消费者要清楚的是，贷款购车大多数时候不能够享受到太多的优惠。如果能够坚持全款购车，消费者必然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经济优势。3. 谁适合贷款买车？任何事物的存在注定有其意义，虽然贷款买车被人所诟病，但是对于社会庞大的复杂群体，确实能真真实实的帮到一些人。谁会主动去选择贷款购车呢？贷款购车的优势在哪里？所谓贷款购车，本质上属于放长线钓大鱼的一种行为，将短期的压力演化成长时间线，缩短单位时间内的经济压力。所以选择贷款购车的人，一定是眼下急于需求但又囊中羞涩的人群。其实最早贷款购车的兴起，就是为了解决一些需要买车，但是有没钱人群的难题，只不过随着后来市场的演变而变得越来越畸形而已。大多数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之后踏入职场，或者是家道中落，需要一台车子承担起养家责任。这些人对于车子是十分迫切需求的。这些人的显著特点是钱不多，买的车大多10万以下，最好办理分期。所以这也是贷款买车消费者人群中数量最大的一批。这群人还有一些特点是在某个地区长时间驻留，且短时间内不会轻易更换单位。因为贷款购车本质上是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的一种行为，由此它需要经历的步骤与寻常贷款完全一致。这也就意味着用户需要进行超级多的手续，这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，而且车贷后续可能出现各种超出预期的费用，这需要用户花时间去选择金融机构。如果是异地购车，工薪阶层显然不具备解决这种问题的时间和精力，由此异地购车大多数为全款，迅速完成购车，只需要简单的审批和手续，就可以将车开走，避免了后续各种隐藏费用。不过全款购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，比如说服务态度上的局限，并不是买越贵的车就能享受到销售员越好的服务，关键在于你能给他带来多少的提成。正如前文中所说，全款购车能够提供给销售者的好处实则有限，由于后续不存在缴纳各种费用的可能， 4S 店售后服务就变成了对销售者道德素质的考量，这显然是十分靠不住的。总的来说，分期付款贷款购车更适合于当地工作、经济囊中相对羞涩的人群。如果手头富裕，则可以在贷款和全款之间衡量优劣，最终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购车方式。结语：如今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，
传统汽车在新技术的加持之下重新焕发出光辉。但是也要清楚的是，如同手机行业一般的更新换代速度，汽车行业从过去的重资产一夜之间变成了消费品，导致民众换车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所以购车问题逐渐成为了社会层面的难题。固然随着行业的发展，有些不合理的行为会有所收敛，但自己依旧需要保持鉴别能力，既享受便利，也要保持理性。